我是邵康，欢迎来到邵康战情室。在我们现场特别来宾，范云委员、蓝轩小姐、唐湘龙先生、林维洲委员、柯震执行长、洪孟凯委员。好，美国政治也很热闹哈。川普现在几个月之内被3次刑事起诉啊，有史以来美国总统没有被刑事起诉的那美国现在已经真的变成这个弹劾总统变成两党各自运用你弹劾我弹劾你，现在没有以前尼克森要被弹劾自己辞了之后呢，你看最近的你弹劾我弹劾你也快变南韩一样的，前任总统都给你关起来那川普4个月第3次被刑事起诉那主要的原因就是他是国会了，他选完以后不服气，不是好像人家说他故意这个怂恿人或者故意鼓励人家跑到国会去闹嘛也死了好几个人所以呢，这个起诉书就是说川普铁了心要把持大权铁了心不肯下台了不过那次实在是太过头了美国民主制度你输了就下嘛铁了心那特别检察官说呢，川普的谎言助长了国会的暴动，就你有用言语来煽动他最严重是有2个罪现在被起诉，一个叫做串谋妨碍官方程序，跟一个妨碍官方程序各20年，这2个就判40年。他现在被起诉这4项，一共加起来判55年，还不算其他的起诉，55年不关到死嘛不过川普呢，当然就反击了他说他现在像被纳粹迫害一样，迫害我。川普那个拜登跟纳粹一样这像20世纪30年代的纳粹德国、前苏联跟他的其他的独裁政权一样美国怎么变这样呢？那后来呢，他被起诉以后才发电邮募款，起诉他募款的好时机他说整个全部加起来会面临561年的监禁加起来全部加起来他募款募的很多，律师费很多，光上半年他律师费已经花了4000多万美金了。所以他现在特别成立一个基金，叫替川普这个法律募款的基金那他说美国是腐败的支持者是挺他选总统的民调他还是领先，在共和党他拿到54%的民调，远远高于第2名的 DeSantis 第2名只有17%，原来还是共和党的明日之星，那川普赢那么多那就在大选跟拜登他也不相上下，有赢有输我们看一下。Going to try and give them the kind of pride and boldness that they need to take back our country. 当年向支持者高呼要夺回国家的川普，现在麻烦大了。The attack on our nation's capital on January 6th, 2021, was an unprecedented assault on the seat of American democracy. As described in the indictment,It was fueled by lies. 因为企图推翻2020大选结果，造成国会暴动，川普被起诉4项重罪，包含密谋诈骗美国、密谋妨碍公务程序和密谋侵犯权利等等。4项罪名中有2项最重，可判到20年徒刑。The former president lashing out on Truth Social, claiming Special Counsel Jack Smith is interfering with the 2024 presidential election. This is harassment. This is election interference. 短短4个月，川普3度遭刑事起诉，他因此怒轰检察官，才想干预2024大选。不过川普骂归骂，当地时间周4还是得在联邦法庭上首次出庭。官司缠身的川普支持者照样相挺。纽约时报民调显示，川普在共和党候选人中支持度达54%，遥遥领先第2的佛州州长迪尚特。不过川普幕僚机构也指出，川普上半年光打官司就花掉6.6亿台币，担心会冲击到后续竞选经费。来，智仁怎么看？所以你可以看得到川普的确是被控诉了这么多，特别是你刚刚赵大哥已经提到的有关于密谋官方程序这一块是大家其实最在乎的，因为这就是表示说美国的这个民主制度已经受到一个严格的一个挑战。那川普为什么这么有恃无恐你看54% 的一个支持度。而且是特别是他在移民政策上面还有在对于很多白人至上的这个精英主义，还有一些劳工，他几乎是掌握了这个上面跟最底层的这个层次。然后呢，这么多的一个所谓的精英人选，大家还是 favor 这个 Trump， 所以你会看他的底气是非常够的。而且即使是45页的洋洋洒洒的这个起诉书当中，已经条列的他每一项，包括这个时候密谋这个诈欺，还有包括密谋有关于这个电子邮件的等等的事件，写的非常的多。可是你可以发现，美国民众其实是不甩的，他们甚至可以把这个导向于这都是一个政治破坏。有另外一项民调显示，你相信这一次的起诉是否有
政治迫害，高达60%的人认为，在这个时机点，因为从他上一次落选到现在已经过了多久的时间。他为什么会在这个时间点上面做出这样的一个起诉？所以也难免会让美国人觉得这绝对是有所谓的政治迫害的动机存在。那这个东西一存在的话，其实你就会造成美国在这一次的总统大选当中会有隐忧，会有很多的不确定性，包括等一下我们要所谈到的这个 Fitch Rating。那他们也提到了，为什么把它降级，也是因为来自于这个国会山庄很多的人入侵之后，造成美国不是只有在财务管理上面，他们在整个政治的管理层面上面，会让很多的外资，包括非常多人采取非常大的不稳定性。他们甚至预估，他们整个的预算的赤字，在明年或在任何的时候呢，都没有办法弥补。特别是在美债，当这个所谓的这个 COVID-19， 每个人都在印钞票，没有错。可是美国的 Q1 其实就比别人更严重。那你如果让这个所谓的不稳定、政治不稳定一直持续下去的话，那当然美国的整个的经济会受到绝对的一个影响。好吧，这个川普还是蛮厉害，在共和党里面哈，这个《纽约时报》做民调，《纽约时报》的分析了哈，就共和党的初选的选民，大家知道美国它的初选是只能党员投票，全世界我没有看到第二个国家是用全民调来决定候选人，除了台湾。哦，民进党现在开始，国民党跟着学哈，因为怕人头党员，都是当然是调查自己的党员，那去调查全民调的呢？美国也是只对共和党、对民主党的党员，共和党的党员或者支持共和党的党员里面，37%始终支持川普，另外37%可以说服支持川普，25%是反对川普。所以看起来川普在共和党里面声势还是蛮大的哈，蛮强的哈。香龙，你认为川普这样搞官司没有官司，因为打下去打很久了，这官司不影响他的选举了哈。他会当选吗？他能够打过拜登吗？他初选他已经过啊，就是因为共和党里面已经没有对手了，这表示呢年纪真的并不是问题，人只要敢疯狂，他就有机会。但是大选我还是怀疑啦。就是说大选的环境，其实进到21世纪之后，我不是从候选人来看，我是进到21世纪之后呢，共和党越来越弱，民主党越来越强，它是一个长线的趋势。所有的只要是算选民票哦，其实进到21世纪之后，共和党只赢过一次。其他的都是民主党赢。你看到民主党的、共和党的2个总统都是少数当选，小布希是少数赢了高尔，川普呢也是一样，他也是一个少数总统，他赢了希拉蕊，他都是少数，选票多，但是选举人票少。对，换掉说他呢选举人票多，但是呢他的选民票是少的，所以那个趋势是一直在往那边走的，所以这一点呢我比较保留。不过呢，川普。我昨天去听这个，就是说呢 ，Jeffrey Sachs 的这个演讲。Jeffrey Sachs 呢，他就说呢，他其实很担心这个是世界。他这世界现在呢有几个国家在分裂动乱当中。他说比如说南苏丹现在很惨，他说也门很惨，他说亚洲的缅甸他觉得也很惨。他说，在美国呢旁边的海地很惨，还有一个惨的是美国。他说这几个国家现在都在分裂动荡当中，怎么收拾呢？是不知道的。但是川普的糟糕，我知道川普现在的气势会对台湾的选举，因为民进党压重注在川普身上，这件事情对台湾选举是有影响的。台湾的选举是民进党是高度川普导向，认为川普上来了之后呢，对民进党是有利的。民进党和民主党跟拜登的关系一直很糟。8月，反正昨天已经宣布了，赖清德要过境，看他8月12号的过境，8月18号过境就知道了。可是川普的可怕不是只有这样，川普是真的是个疯子。虽然呢研究当中呢，美国的领导人。许多都有精神状态的问题，看起来很伟大，比如林肯，可是他长期是有忧郁症的问题，在吃药状态啊。许多呢美国历史上面的重要的领导人，看起来呢你觉得哇，在镜头前面或者在群众充满魅力，那是个疯子啊。川普也一样，川普呢，你看那是 TVBS 出的那本书，一触即发。你看一下那本书，美国的前任的国防部长 Esper 呢是在川普的任内的最后一个国防部长，干到呢几乎到最后一天呢是被川普 fire 掉的。川普没有 fire 他不走，为什么？因为他觉得川普很可怕。他为什么书叫一触即发？因为川普的可怕。我看他书里面他讲到两件事情。他说川普当了 Black Matters 呢发生的时候呢，许多的群众去包围在白宫的外头，他不是包围白宫啊，白宫的外面抗议。
川普是真的要求他的部队呢，要对呢这些外头群众要开枪的，要求开枪的。米利他们是反对的。第二个呢，川普呢是真的呢主张呢，他要求呢去跟中国呢打一仗。就是呢，找个理由呢，跟中国呢开干，他认为开干了之后呢，对他的选情呢是有利的。所以为什么会有米利在川普的后期的时候，会有米利打电话给当时的中国的这个参谋总统，告诉他说不会，你放心，我们不会对你们动手。他打2次电话。我当时以为说这个新闻呢是假消息，可是后来川普大家还记得，川普在当时公开讲说呢，米利应该被控告叛国罪，因为他对我不忠诚。你知道，在当时，不管是 Esper 或者是米利，他们认为川普会疯狂到真的为了自己的权利什么都敢做的。告诉你，今天呢，不管是呢天灾啊、瘟疫啊等等各种的事情，他都不会让一个国家毁灭。可是一个领导人会，一个疯狂的领导人会。今天我们在面对这场选举，不是只有川普的事情，台湾的未来的政治跟川普高度联动。哪六位？这个川普哦是。这个开启了这样子的一个风气，就是煽动民粹啊，然后让美国这样成熟的民主国家哈，我觉得哦，这个川普让我们看到，这民主国家也有非常脆弱的一面呢。我们本来以为民主国家有它的制度，然后民众是理性的哈，然后这个时代是会进步的，大家会越来越理性，但是。川普让我们看到21世纪这个很不理性的一面而且是在民主制度里面，然后是透过选举大家民主国家所最标榜的这个民主政治选举，但是可以被操控的，然后可以被这个像这样子的川普的这样子的疯子很疯狂的人。可以操纵民意的，所以这个是要警惕的了哈。那在美国因为川普的出现对立非常严重。我这一次也去过，因为我女儿在那边，所以她在那边结婚，我就去了一下然后待了比较长的时间，然后到处去问哇，他们那边那个对立的。我去德州了德州你知道这个共和党的大本营，但是德州的就是说知识分子非常讨厌，大部分是非常讨厌川普的，连谈都不想谈川普啊。特别很多人从加州搬到德州去。对，我要支持川普的，去住德州，但是住德州里面的那个，比如说奥斯汀分校的一些教授啦，这些高级知识分子。绝大部分是非常讨厌川普的那认为说这个疯狂了然后不引导成不理性那我们当然最关心到最好是回来关心台湾了那美国的总统选举一定会影响到台湾。我倒觉得香龙兄你刚刚讲说，民进党会。全部压住这个川普，我觉得这一次他们可能上次是这样，对啊，上一次会，我觉得这一次不一定会，不太会上一次他们有吃到苦头，那当然我们等一下可以问范云委员看看，但是他们上一次真的全部 all in 全部压那个川普，我那时候还笑他们说，他们都认为哇，川普稳当选啦，什么保证当选啦，我说那我来跟他对赌，结果这真的是。你失去理性，你知道吗？连民进党的支持川普也失去理性，都不看那个正常的指标跟民调，那到最后就翻车嘛。而且如果川普是当选，不见得对台湾好啊。他不是说台湾的晶片都垄断，他们的工作机会都被台湾抢走了，然后呢说要阻止台湾，要对台湾课税、加关税等等，所以他是很疯狂的，好不好？因为这样刚刚这个智仁也讲惠誉也是理由之一啦，说把美国的信用平等从 AAA 最好变成 AA Plus， 就是还好，不是最好，所以昨天台股还有新台币都双杀美国的这个外资又这个大幅的这个外移那美国自己也跌很重这个费城半导体道琼纳斯达克都跌很重四大指数通通跌它的原因就是第一个美国的治理恶化，第二个政治两极化包括这个国会山庄，另外就是美国的财政只会越来越糟，这个不用Fitch
不用这个他们不用这个惠誉去评，我们也可以评。他的债怎么会越来越少呢？只会越来越多，只会越来越多，一直印钞票，一直印钞票，怎么会越来越少呢？现在它是双赤字啊，这个外销也是赤字，一直赤字，然后呢，国内的预算也是赤字，哪一个政府能够承受这样双赤字，而且能够承受这么久哈？所以呢，但是呢，美国政府集体出来骂说这个惠誉乱评。叶伦说完全不合理哦，叶伦还反对说我们没有那么糟，是最坏的事情过去了。那另外美国就讲说都是川普造成的，这个洞是川普时候挖的，我们现在正在弥补这个洞，一样都推给前朝。休息一下再回来。好，今天台风放假哈。昨天晚上我看那个样子，我就觉得今天好像台北市至少还好啦，既无风也无雨，怎么不可能的台风的前夕会这么平静？后来突然听到通通放假了哈，我就想说哇，这是怎么回事哈？有可能基隆当然是因为在东北，因为这是台风东北那边这样转，所以基隆那边会影响。那新北有些地方，这个淡水啊、金山啊、万里啊、石门啊、沿海会有哈。那在台北应该不会哈，不过因为他是说是生活圈嘛有人在那边是这个住，然后到这边来上班，说可能沿途受到影响哈，那就罢了哈。桃园就本来张先生讲是说会4个县市一起啦，后来张先生想，实在是风雨都差很远了，它不只差一点点，差很远离那个标准了，而且知道桃园工厂很多你在一放以后，那个工厂的生产什么整个都大乱哈。因为一放今天股市也不开了，银行也不开了，其实都影响蛮大的很多医院也都停了那所以张先生被骂了哈。那张先生就说呢，这个我们离那个停班停课的距离还有一段时间。什么叫停班停课距离？我给大家看一下，这样哈，台风的暴风半径在4个小时里面可能经过的地区平均风力要7级以上，或阵风10级以上。那桃园是怎样呢？桃园其实跟台北一样哈，桃园跟台北呢，平均风力是4到5级，人家平均风是7级，4级、5级跟7级差很远的然后呢，阵风10级，桃园阵风是6到7级，台北市也差不多那另外呢，要不然就是雨，下雨下很大也很麻烦嘛下雨呢是未来24小时累积雨量预测，山区要200毫米，平地350毫米。那他们预测桃园是怎样呢？80毫米以下，80跟200、350差很远，所以张善政我觉得不放也是对啊。你现在不能说因为3、4年都没有放台风假，说非放不可，不放这个县市就该抓去枪毙就很可恶然后呢就骂等等那张善政说这个压力很大，我相信。今天我们任何人是县市长，压力也蛮大的了维基百科把它改名了，叫张善变为什么？就是你原来就说要一起4个县市一起，你怎么现在单独行动呢？你是善变，叫张善变那蒋万安因为宣布了，所以呢，网络就说你是我看过最帅男人，跟加拿大总理一样帅最帅的男人，最帅的男人，好不好？还没有离婚。然后呢，这个说呢，这个蒋万安说我已经宣告停班停课了，霸气十足那网络都一片对他赞美之声等等那到底是不是基北北桃4个县市以后破功了，以后不一起搞了？蒋万安说要看状况做最后的判断。我们看一下。昨天最多的还是问停班停课。终于盼到台风假，卡努台风来袭，说好的北北基桃生活圈就剩北北基达成放假共识，只是台北未达停班课标准，市长蒋万安还是拍板放假。每一天住在新北市进来台北市工作的人口就超过了50万人。孩子跟家长停班停课不一致的情形会有在台风天接送啦，或是必须请假在家照顾孩子的状况。根据放台风假的条件，需暴风半径4小时内平均风力7级或阵风10级以上，或雨量在未来24小时山区200毫米，平地350毫米。但双北生活太紧密，没放假恐怕反造成不便，惹来更多民怨。蒋万安决策让网友叫好评夸帅，脱钩的桃园市长张善政被骂翻了。它是一个擦边球，
擦北海岸而过，所以对于新北、台北的影响和桃园影响其实是不一样的。网友们有各种意见，我们都很尊重。桃园离停班课标准还有一段距离，学生通勤族乖乖上班课去，没放到台风假，难免失落。只是桃园上午确实没风没雨，有网友在 PTT 上直说根本就不需要放假，先知是孤独的。不少人回说张善政不需要为选票做出违背常理的决策，张善政是对的，结果还被骂。北北基桃没共识，台风假该不该放，除了科学数据，首长们的政治判断都得看台风实际影响程度，再来检视市长决策到底对不对。范伟怎么看？对，昨天晚上应该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很多人都说那个张善政在他的脸书上就是被骂得很惨，然后本来是1万多，后来到2万以上到今天早上7点8点还有人在等，说他会不会改变决定那我想，当然就是说，这对所有的首长来讲都是一个高难度啦。到底是要看纯科学的根据还是是说过去其实有个北北基桃因为他是生活圈，那像我就有朋友他是住在台北，然后在桃园工作，那依照目前的规定，其实他就不用去上班了，因为台北市这个部分嘛。那我后来看了一下，其实最主要就是因为张善政他原来说，如果他的意思就是说，好像很大的可能性就会北北基桃一起行动同步。可是后来又诠释说同步是同时发布，所以我想是因为这样子，很多期待要北北基就是一起放基桃一起放假的年轻人就是尤其在网络上就是会非常的失望，那有些失望就转生气那我觉得这的确是一个艰难的决定了那回来我刚也想补充一下，刚刚关于这是共和党的部分那事实上其实我觉得这个对民进党有点不公平。如果说民进党之前是所谓的好像就是押宝压在川普身上，因为其实共和党它过去有个历史，它就是比较反共，所以特别的因为反共就支持台湾。可是我们知道，就是说蔡总统他上任以来，那以萧美琴来讲，其实是跨党派的一个就是保持一定要友好的关系，你永远都不知道下一个总统是谁，然后众议院参议院到底谁是多数那我自己在立法院过去3年，其实民主党、共和党都有来台湾，那所以我想有些部分的媒体可能之前预测川普会当选。那这不能解释成说民进党过去是押宝在川普上面那我想这个部分绝对是跨党派，我们看到过去3年都对台湾有越来越高度的支持。我是觉得我觉得每次台风放假这件事情呢，对政治人物来说都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挑战，因为你说放假永远是一个最对的选择嘛，没有人会因为呢你放错假了，然后就不应该放假的。但如果说你不放假是对的，就是你不放假，就无风无雨。他不会说你好棒啊，你没有放真是好，就没有这个样子的大家的民意的反应。所以我觉得弄到最后就变成说，你真的要能够挺得住压力，然后在科学的判断上面来说的话呢，可以坚持该怎么做就怎么做。其实对于现实首长来说，真的是有点困难。所以昨天当这个所有的讯息都这样子涌进张善政的脸书里面的时候，我真的就还蛮认真的在看，说我等着张善政看他能够做到什么程度。对他来说的话呢，如果说他真的就放了，我坦白讲，我对他会蛮失望的，因为坦白讲，今天的整个的风势雨势，我想外县市的可能未必有感觉这个对于台北市因为包在新北市中间，所以你说外面可能有一些这个风雨大，你这边可能也难免会受到影响。但桃园在西北，我们这次这个整个台风在东北，而且一下子过去就往这个日本九州的方向走了，所以真的没有这个放的道理。尤其刚刚赵先生讲到，这个风势雨势距离条件落差这么大，今天早上所有的人一涌而出，都去看电影，都去逛百货公司唱歌，对，去唱歌。你坦白讲，如果真的危险，我觉得一个最简单的指标，如果危险，怎么会出门呢？不是吗？照理来说，这不很矛盾吗？就如果说因为放假的原因是在于说，你要安全，你要在家，不要上班上课的途中遭到什么样的不测，所以那你就在家嘛。哪有说放假了，通通一涌而出？所以这反映出来台湾的在台风天对于那种放假心态呢，是有种就很爱放假，很渴望就赚到了那种感觉，就因为不该放而放到了那种心里面这爽的程度。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微妙的心态。但是尤其先前有过赖清德，大家不要忘记赖清德赖神这个封号怎么来的，就是当初因为有一次就是他放对假了，就那一次呢，显然的似乎在这个边缘上面但是呢，对于家长来说，第二天早上如果你不先讲的话，那我第二天早上要不要送孩子去上班上课？我们要调整人力后来他决定放假。
一发现风大雨大，真的是不适合去上班上课，太好了，所以就赖神就不胫而走。那每一个人都想当神，但是问题是在于说，你可以不放假而当神就有点难，否则我觉得张善政这一次应该叫善神，就是我觉得他算的也蛮对的，福德正神，福德正神。因为他这一次真的是一个艰难的挑战，坦白说，你必须要克服网络上面那么多爱放假的人的心情。可见，不过你就知道，台北市很多市民都是神。他们昨天就预料到今天既无风也无雨，他就准备好要去看电影啊。所以不是昨天一宣布这个今天放假以后所有的 KTV 30分钟内全部订满，订满的，这表示现在都知道说，哇，太好了，可以去唱歌了。民间在看天气预报，比政府的还要有挂碍，所以更准。所以我觉得什么电影院应该会我以后要不要放假找 KTV 业者来开会？不要再问市政府干嘛？其实昨天晚上大家网络上就讲说，张善政我再给你一次机会，10点钟再宣布一次看看。那后来今天早上又变成是说，因为风雨相对真的是比较少一点啊，所以说今天就想说啊，他又是先知是寂寞的。其实某种程度上，台风是停班停课啦，它并不是放假哈。这停班停课不希望大家外出，而希望之后能够在家里保护自己的安全。那今天早上确实，为什么？因为我自己的选区，其实新北第1选区有山区有海边，也因此我们早上起来，我跟我的各区主任联系的时候，确实。海边、北海岸地区风浪是较强的，但是你说在林口地区相对来讲风雨一阵一阵，但是有零星的街道的路树倒塌，可是并没有说造成很严重的灾情。更何况昨天晚上还有一个网路图，就讲说一路之隔，林口、新北市放假，但是一路高速公路之隔之后，龟山、桃园没放假。那相对来讲，民众也会觉得是说啊，为什么会不同标准？其实某种程度上，如果说真的就是回归到专业，你达到多少的风力，达到多少降雨量，该停班停课就停班停课，不该停班停课就不该停班停课。地方父母官难为，但是应该要秉持专业标准。那最后，其实你说今天白天的时间，我们看到连锁电影院在双北地区是有卖票、是有营业的，可是宣布今天下午5点之后停止营业，代表什么？代表说是不是今天白天的时间相对来讲风雨还是比较减弱，而晚上其实才会渐强。所以我也认为说，如果以后宣布停班停课的话，是不是地方政府也应该考虑思考说，非必要性的一些营业场所不应该营业，否则有可能也会变成是一个诱因，造成说民众会在停班停课的时候选择外出。那我们真的还是希望了，不确定性太高。那今天晚上又讲说，因为这一个台风哈努台风，它的行动突然变缓慢了，而可能它造成说明天早上还有要停班停课的考量。那不管怎么样，我们还是希望地方父母官秉持专业，而一般的民众，我们大家都是一样。如果说停班停课的时候，我们就选择不要外出；而如果说是正常的上班上课的时候，也不应该说有这种好像被摆了一道的感觉。我觉得这种现象老板、老师都要检讨，自我检讨。为什么员工那么不喜欢去上班？为什么学生都不喜欢上课？老师也很喜欢放假，好不好？老师也喜欢放假。校长了，好不好？赚到的感觉啊，我觉得赚到的感觉，当然确信，小确幸，就是应该老板应该让员工都喜欢上班，觉得上班好大的乐趣，放假很烦呐。结果老板怎么让员工都希望放假呢？对不对？深自我检讨，休息再回来。